50岁之后，你是否也在为顽固的肚子脂肪烦恼？许多人到了中年发现腰围一天天变粗，即使努力少吃多运动，肚子的游泳圈却丝毫不减，甚至还越来越明显。难道年过半百后，身体的减脂法则就完全变了吗？一位医师直言，光靠少吃多动是没用的。这句话听起来很颠覆，毕竟减肥的黄金定律不就是少吃多运动吗？但在50岁以后，这条定律确实不再那么灵验。相反地，如果方式不对，盲目节食加猛拼运动，不仅受不了内脏脂肪，还可能让你老得更快，身体变得更虚弱。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为什么50岁后减肚子这么难，又该怎么做？对3件事，让囤积的内脏脂肪自动消失，重启你的健康之路。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50岁以后肚子的脂肪特别粘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自己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都没变，也没有暴饮暴食，但年过半百后，体重就是一路上升，腰带越扣越紧。根据统计，女性在更年期后平均体重会增加约 3.4 公斤，腰围平均更是出了 5.7 公分。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无缘无故多了一个小婴儿的重量，而且全都堆在腹部。男性到了中年也好不到哪去，常常莫名长出啤酒肚，背后原因其实是新陈代谢和荷尔蒙的大转变。人的基础代谢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年轻时，你体内有强劲的生长激素在作祟，身体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引擎，摄入的热量大多被用来构建组织，提供能量。可是大约30-40岁之后，生长激素分泌逐渐减少，引擎马力开始降低。此时，如果你还维持着年轻时的吃饭分量，那些过剩的热量不再用来藏东西，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长高或发育了，而是通通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尤其在腹部器官周围，很容易变成脂肪堆积的仓库。同时，另一种重要激素肾上腺素在中年后也跟着下降。肾上腺素就像身体的燃脂动员令，年轻时分泌充足，帮助我们快速分解脂肪，应付高强度活动。但人到中年，生活节奏趋于平稳，肾上腺素分泌减少，仿佛身体失去了战斗的需求，脂肪分解的速度明显放慢，热量的收入和支出账本一下子失衡，吃的跟以前一样多，消耗却变少了，差额自然以脂肪形式存在你腰腹。除了代谢速率变慢，荷尔蒙的改变也是祸首之一。尤其女性在更年期前后，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雌激素本来有维持身材曲线、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一旦减少，不仅容易出现各种更年期不适，还会让脂肪分布改道。原本女性倾向在臀腿臀脂，所谓梨形身材，但更年期后，脂肪更爱跑到腹部报道，变成苹果型身材。难怪许多妇女一停经，小肚子就跑来报道。对男性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异固酮等激素降低，也会导致肌肉量减少，腹部脂肪增加。换句话说，中年发福其实是体内荷尔蒙在偷偷搞鬼，把营养分配的优先权从肌肉转移到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聊到这里，有些人可能想，既然变胖是因为吃进来的热量太多，那我更严格的少吃，应该就能扳回一城吧。这个想法看似有道理，却隐藏着一个中年减重的大陷阱——肌少症陷阱。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量本来就在流失。如果采取过度节食的方式减肥，蛋白质摄取不足，身体在燃烧脂肪的同时，很可能一并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结果体重计上的数字也许掉了一点，但减去的不是脂肪，而是宝贵的肌肉。肌肉就像身体的热量炉，肌肉减少，基础代谢就进一步下降。你的引擎从6缸变成4缸，再变成2缸，燃烧热量的能力一降再降。于是出现熟悉的剧情，刚开始节食，体重掉得快，后来怎么吃都不掉，减重停滞期。恢复正常饮食，反而胖更快。复胖期，这不是意志力问题，而是你的身体启动了自保机制，把你拖入愈减代谢愈慢的恶性循环。所以光少吃并不会让内脏脂肪消失，反而可能让你变成一个瘦削但内脏脂肪依然偏高的瘦胖子，健康风险仍在。那么多运动总没错了吧？
运动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方法不对，对中年的我们来说，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首先，许多人运动只求时间长、流汗多，却忽略了运动强度的重要性。慢跑1小时当然比坐着强，但中强度的快走30分钟，其实可能比散步1小时消耗更多热量，提高更多代谢。年轻时我们或许能参加马拉松，动辄高强度健身，但50岁后身体恢复力变差。如果逞强天天剧烈运动，可能导致过度训练，让身体处于紧绷疲劳的状态，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因此节节高升，而皮质醇是最爱和腹部脂肪狼狈为奸的。真实案例不少，有位45岁女士狂热运动了半年，坚持每天早上快走，晚上再加上1堂操，但腰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医师检查后发现，她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导致皮质醇持续偏高，直接抵消了运动的减脂效果。原来压力过大时，皮质醇不但让脂肪更容易堆在腹部，因为内脏脂肪对这种荷尔蒙特别敏感，还会提高食欲，让人更容易饿，也更偏好高糖高脂的东西来犒赏自己。同时，压力大的人往往睡不好，睡眠不足又会让饥饿和饱足的荷尔蒙失调，隔天更疲惫，活动量下降，几项因素叠加，难怪那位女士虽然拼命运动，肚子却顽强再现。更惨的是，如果一味加大运动量又不注意恢复，身体可能进入节能模式，基础代谢下降，甚至出现水肿和倦怠感，把你推向一种怎么动都不会瘦的境地。这时候真的会让人怀疑人生，我都50多岁了，咬牙节食又挥汗运动，为何肚子上的脂肪还赖着不走？别气馁，其实问题不在你，而在于方法。减少内脏脂肪靠的不是简单粗暴的热量减法，而是一场智慧与习惯的升级战。正如前面那位医师所说，中年减脂不能只奉行少吃多动这一道圣旨，而是要全方位调整代谢节奏、营养摄取和生活作息。好消息是，只要做对3件事，就能釜底抽薪，让内脏脂肪悄悄燃烧，腰围慢慢缩小，重拾年轻时的轻盈。这3件事包括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与进食时间、聪明饮食与锻炼肌肉，以及管理睡眠与压力。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没错，核心其实就是吃、动、睡的升级版本。我们一项项来说，做好这3点，瘦小腹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第一件事，校准代谢时钟，管好进食时间。很多人只注意吃什么、吃多少，却忽略了什么时候吃对体重的影响。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体内的生理时钟，也就是昼夜节律，对饮食变得更敏感。如果进食时间不配合身体的自然节奏，就会干扰荷尔蒙分泌和代谢效率。特别是晚餐的时间，直接关系到你夜间脂肪囤积的多寡。医师提醒，睡前至少3小时不要进食，也就是说，若你计划晚上11点上床，那晚餐最好在8点前吃完，更理想是7点左右。为什么要跟时间斤斤计较？因为晚饭吃太晚，你的消化系统还在拼命工作时就跑去睡觉，身体无法好好休息，热量消耗不出去，只好通通存成脂肪。而且研究显示，临睡前进食不仅让血糖、血脂整晚维持在高水平，还可能扰乱睡眠品质，甚至增加第2天肠胃不适和食欲失调的风险。更可怕的是，有长期研究发现，经常晚餐吃很晚又缺乏运动的人，罹患代谢疾病，像糖尿病的风险显著提高。如果吃完就躺，临睡前还爱吃宵夜，不但肚子要变大，连严重疾病风险都跟着变大。因此，规律的用餐时间就是在帮你的代谢上发条。调整进食时间的小技巧包括，尽量提早晚餐时间，避免晚上8、9点才吃正餐。如果因工作关系实在无法太早吃晚饭，可以晚餐吃少一点，睡前绝对不要再加宵夜。有人可能会问，晚上不吃会不会饿得睡不着？其实只要白天营养均衡，晚上稍微饿一点点，反而让身体更容易动用脂肪储能。你会发现隔天起床精神更好，肚子也平坦一点。若真的饿得受不了，可以喝点温牛奶或无糖豆浆充饥。比起大鱼大肉或甜点来说，液态且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更容易消化，
又不至于妨碍睡眠。总之，让肠胃适时下班，别让它加班到深夜，你的代谢时钟才能重新走得准。体内各荷尔蒙和酵素按该休息的休息，该运作的运作，燃脂自然更有效率。很多银发族实践了晚餐提早2小时的原则后，发现不用刻意节食，腰围也慢慢降下来了。顺带一提，除了晚餐，3餐的整体分配也可以优化一下，符合日夜节律。过午不食虽然听起来极端，但现代营养学其实支持白天适当多吃，晚餐减量的做法。早上和中午我们活动量大，需要的热量多，可以吃得丰富均衡。到了晚上活动减少，就不需要太多热量。如果一直维持早餐马虎，晚餐丰盛的习惯，就等于本末倒置，身体白天缺能源，晚上能量过剩，只好囤积成脂肪。调整过来之后，你甚至会惊喜地发现，不用饿肚子也一样瘦得下来，而且睡眠品质变好，早上更有食欲，精神变旺盛，整个人状态都提升了。这就是代谢时钟校准后带来的连锁反应。第二件事，聪明饮食，增肌减脂，双管齐下。管好时间之后，当然也要管好入口的食物内容。50岁后要减少内脏脂肪，饮食上有2大重点，一是蛋白质要充足，二是糖油要减量。听起来好像老生常谈，但其中的道理和中年人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先说蛋白质，很多中老年人因为消化能力变差，牙口不好，饮食会偏向软烂好入口的东西，往往米饭粥类吃得不少，肉蛋豆腐反而吃得少。而有些人出于养生观念长期吃素，蛋白质摄取更容易不足，这些情况都对减脂非常不利。医师强调，中老年人更需要重视蛋白质摄取，不管有没有在减肥，每餐都应该有优质蛋白来源，因为蛋白质不够，免疫力会下降，肌肉也会流失，长期下来可能引发肌少症，偏偏肌少了，代谢就差，内脏脂肪更容易囤积，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要摆脱小腹，一定要扭转这个循环，以足够的蛋白质养肌肉，提高基础代谢，让身体有本钱去消耗脂肪。什么是优质蛋白呢？简单说，就是含有完整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我们可以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取完整蛋白，例如鱼、瘦、肉、蛋、奶。相较之下，植物蛋白、豆类、五谷等虽然健康，但某些必需氨基酸含量较低。如果完全不吃肉，就要特别注意各种豆类坚果搭配，以免营养失衡。假如你不吃肉也不喝牛奶，可以考虑补充蛋白粉之类的替代品，确保每日蛋白质总量充足。一般建议中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取约1到 1.2 公克蛋白质。例如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60到72公克蛋白质，约等于2个手掌大小的瘦肉或鱼肉，再加上1杯牛奶和1颗蛋。当然，肾功能正常的前提下，多注重蛋白质并不会伤肾，反而对我们非常重要。记住医生的一句话，蛋白质没吃够，减脂等于白忙，这绝非危言耸听。再来谈糖和油，中年人要想瘦腰，必须和高糖高油的食物保持距离。糖分指的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包括含糖饮料、蛋糕、饼干，还有过量的白米饭、白面条等主食。油指的是油炸食物、肥肉，以及隐藏在加工食品里的大量脂肪。这两者摄取过多，最容易造成热量过剩和脂肪肝，也会促进内脏脂肪囤积。尤其糖分还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而胰岛素本身就是促脂肪荷尔蒙，会把糖分转化的脂肪锁在你的脂肪细胞里。所以减内脏脂肪首先要控糖。别误会，碳水化合物并非完全不能吃，只是要选对种类和时机。主食可以用糙米、全麦、地瓜、南瓜等富含纤维的食材代替部分白米白面，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增加饱足感，对控制体重大有帮助。吃水果也要注意分量，虽然水果有维生素，但果糖也是糖，一天2份水果，比如2颗拳头大小就够了。尤其是西瓜、凤梨这类高糖水果更要适量。至于甜点、含糖饮料，能不碰就不碰。真的想解馋，可以选择无糖豆浆、
坚果或黑巧克力等相对健康的零食。油脂方面，烹调尽量以蒸、煮、炖、凉拌为主，减少油炸和厚重的奶油酱汁。外食族可以从减少汤汁开始，很多卤肉饭、烩饭、咖喱的汤汁里充满油和糖，不喝下肚就等于帮自己省下一大笔热量。选择清淡的食物，多吃蔬菜和菇类，它们热量低又富含纤维，既可以占据胃部空间，让你有饱足感，又能帮助肠道蠕动，排除体内废物。有人担心年纪大了消化变差，吃太多蔬菜会不会胃胀？其实只要咀嚼充分，烹煮软烂些，膳食纤维是胖肚子克星，它能减少你对精致食品的摄取量，又能稳定饭后血糖，让胰岛素不会飙高，也就减少了脂肪合成的机会。在饮食控制上，还有一个实用的心法，控制饱足度。过去我们常听说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这话有科学道理。所谓7分饱，就是感觉不饿了，但还没到撑的程度。很多人其实习惯吃到9分、10分饱，觉得再也塞不下才放下筷子，长期如此不胖才怪。对于想减肥的人，更可以尝试5分饱的进食法，也就是刚刚不饿，甚至还有点意犹未尽的状态。这需要一点耐心适应。一开始可能觉得没吃饱，但过20分钟，大脑接收到胃的讯号，你会发现其实不饿了。养成每餐吃少一点点的习惯，身体渐渐适应后，你会惊讶原来自己真正需要的食物没有想象那么多。当然，5分饱适用于减脂初期或轻度减重，如果觉得太饿难以持续，可以先从7分饱做起。总之，永远不要吃到撑，给胃留点余裕，就是给身体减轻负担的开始。长期维持略微热量赤字，摄取少于消耗，但又不营养不良的状态，内脏脂肪一定会一点点被消耗掉。饮食说完，再谈谈运动与肌肉。其实饮食和运动息息相关。我们强调蛋白质，就是为了配合肌肉锻炼，强调少油少糖减热量，也是为了逼身体动用脂肪。运动方面，中年人需要讲究质，而非一味求量。我们减内脏脂肪的目标有2个，一是提高心肺和代谢，燃烧脂肪；二是维持和增加肌肉，提升基础代谢和腹部紧实度。为此，有几项原则可以遵循。首先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原则。这150分钟可以分散在每周5天左右，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活动，像快走、骑脚踏车、游泳、跳舞都算。所谓中等强度，就是会让你有点喘，心跳加速，但还说得出话的程度。有人总觉得自己每天也有在动，其实可能强度远远不够。比如慢悠悠的遛狗、随意散步，对减脂的帮助有限。一定要达到心跳每分钟超过110下左右的运动，因人而异，大致相当于微喘的程度，才算真正启动燃脂模式。一个常用的口诀是531，运动原则每周5天，每次30分钟，运动时心跳至少110以上，把这个当作最低标准坚持，时间一长，基础代谢率就会明显改善，内脏脂肪也会开始缩水。除了有氧运动，我们还需要加入肌力训练，也就是锻炼肌肉的运动。别以为只有年轻人才需要重训，对抗中年发福，练肌肉是秘而不宣的王牌。肌肉量提高了，哪怕你坐着不动，身体也会多烧一些热量，等于让你全天候燃脂。而且针对腹部肌群的训练，还能让松垮垮的小腹变得紧实，视觉上腰围缩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减少内脏脂肪的空间。医师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细胞有接触抑制作用，当细胞被挤得很紧密时，就会互相传讯，空间不够啦，别再藏了。腹肌变强壮，腹腔内肌肉张力提高，相当于给内脏脂肪施加压力，抑制它继续堆积，甚至外部穿紧身衣、束腰带，也有额外的物理压缩效果。当然，重点还是内在肌肉的增强。你不需要举很重的哑铃或做高难度动作，一开始可以从核心稳定和大肌群力量训练着手，比如深蹲，锻炼下肢和核心；平板支撑，锻炼腹肌核心；伏地挺身，锻炼胸肩臂和核心等。也可以利用弹力带做简单的肌力练习，
每周做2到3次肌力训练，就能有效防止肌肉流失，甚至逐渐增加肌肉量。有氧加肌力双管齐下，效果最佳。但我也要提醒，中年人在运动时一定要量力而为，渐进增加强度，并注意劳逸结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天天高强度猛操，身体吃不消，反而容易受伤或过劳，得不偿失。可以安排每周2天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或跑跳，其他天做较温和的运动，如快走、游泳、瑜伽、伸展等，给身体恢复时间。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压力，适度的运动刺激有益健康，但过度无休止的运动会令压力荷尔蒙居高不下，正如前面所说，那会阻碍减肥。所以中年健身要学会听身体的声音，该休息时休息，休息也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还有一个简单的小技巧，适合不爱运动或者久坐办公的人，能站就站，能走2步就别省。日常生活中尽量增加身体活动量，比如接电话时站起来走一走，坐1小时就起身活动5分钟，能走楼梯就少搭电梯等等。这些碎片化的活动看似不起眼，累积起来却能多消耗不少热量。坊间甚至有句玩笑话，没事多站站，甩掉脂肪很简单。这话并非全无道理。长时间坐着时，肌肉几乎不收缩，热量消耗降到超低，身体自动进入慵懒模式。相反，只要站起来或者踱步，肌肉参与平衡和运动，代谢马上被唤醒。国外研究显示，每天多站立几个小时，1年下来平均可以减少几公斤的脂肪呢。有位减重医师还分享过一个传奇案例，一名65岁妇人，身高160公分，体重120公斤，透过生活习惯改变，竟在1年内不动手术，狂瘦了整整60公斤，减去半个自己。更惊人的是，他并没有特别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也没有挨饿节食，而是每天在家跟着医师教的一个坐着也能练的小动作，加上饮食调整，日积月累创造了奇迹。这个动作很简单，坐在椅子上时，双脚脚跟轮流抬离地板，收紧小腹，并用大腿的力量将脚跟缓慢抬起，放下。初看不起眼，但只要持续做，就能锻炼大腿和腹部肌群。这位妇人起初体重太重，不方便激烈运动，就每天看电视时做抬脚跟练习，渐渐体力变好，体重下降，又开始尝试站立运动，良性循环由此展开。1年下来，他的腹肌力量增强，腿也变结实，人瘦了一大圈，却气色红润，不显老，连医生都竖起大拇指。由此可见，只要持之以恒，小改变也能成就大转变。我们一般人的基础条件比那位女士好很多，更应该相信，透过聪明饮食和规律运动，内脏脂肪绝对有机会自行消失。第3件事，充足睡眠与减压放松，一扫压力肥。最后一项往往是大家容易忽略却又至关重要的睡眠和压力管理。随着年龄增加，睡眠品质往往下降，很多人诉苦说晚上容易失眠、多梦或浅眠。工作生活的压力也不少，50多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职场上可能还是中流砥柱，难免压力山大。但你知道吗？长期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正是让内脏脂肪堆积的幕后黑手之一。前面我们提到了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它在清晨自然升高，帮助我们醒来面对一天。遇到急性压力时，比如突然有危险，也会瞬间飙升，让身体进入战斗状态。短期看是好事，可是一旦皮质醇长期都偏高，比如每天都焦虑紧张，没啥休息放松的时候，就会带来多重负面影响。医学观察发现，皮质醇持续过高的人往往有几个特征。第一，更容易囤积腹部脂肪。正如我们提过的，腹部的脂肪细胞对皮质醇特别敏感，在压力下，身体倾向于把能量储存在肚子附近，以备不时之需。从演化角度看，压力可能意味着环境恶劣，要存脂肪保命。第二，食欲大增且偏好高热量食物，因为皮质醇会让人特别想吃甜的、油的，来快速获得愉悦和能量补偿。第三，睡不好压力大的人即使累，也常常睡不深沉，或者半夜容易醒。睡眠不足又进一步让瘦素、饥饿素等食欲调节，荷尔蒙失衡，白天精力差，更难坚持运动或自律饮食。第四，
身体恢复变慢。长期压力下，你可能感觉无论怎样休息都累，哪怕勉强去运动，运动后疲劳感久久消除不了，肌肉酸痛恢复得很慢，种种效应加总，压力肥就这样形成。你越紧绷，身体越想存脂，你越累越不想动，但越想吃甜食，恶性循环之下，小腹怎会不日渐隆起？那解决办法也很直接，放松心情，好好睡觉。听起来简单，但现代人最难做到的或许就是这点。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具体方面入手。首先，保障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尽量固定上床和起床时间，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给自己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使用电子萤幕过度刺激大脑，必要时泡个热水脚或喝些放松的花草茶，帮助入眠。一旦睡眠充足，皮质醇水平就会下降，身体在夜间也能分泌更多生长激素来修复组织、分解脂肪。很多人都有经验，睡一个好觉后，第二天特别不容易饿，精神也好，这就是因为睡眠调节了食欲荷尔蒙，降低了压力荷尔蒙的结果。其次，学习给压力踩刹车，每天哪怕挤出10到15分钟，也要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做几分钟的腹式深呼吸，慢慢吸气鼓肚子，再慢慢吐气，或者静坐冥想，听听柔和的音乐。喜欢动的可以散步，伸展一下肢体，做做瑜伽。天气好时晒晒太阳，赏赏花草，甚至只是发个呆也行。重点是这段时间不要去想繁琐的工作或烦心事，专注于当下的放松和愉快感，把它当作每天给自己的减压小确幸。有人可能会质疑，10分钟有用吗？别小看这10分钟的威力。规律的放松练习能训练我们的神经系统更快地从紧张状态切换到休息模式，就像教会你的生理刹车系统灵敏工作。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面对压力时不再绷得那么紧，心态平和了，肚子也不会老是紧张的咕噜叫。还有，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比如咖啡因摄取要节制，下午2点以后尽量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否则到了夜里大脑还是兴奋的，睡眠定会受干扰。再比如，少看那些令人情绪起伏巨大的新闻，或深夜刷手机社群，因为过度的信息刺激会让人潜意识紧张。同时，可以有意地培养一些爱好或社交活动来舒缓心情。与其一个人焦虑，不如找朋友聊聊天，或发展园艺、书法、下棋等兴趣，转移注意力的同时也疏解压力。人到中年，其实更要学会给自己减负，凡事尽力就好，不必苛求完美，心情放轻松了，减肥这件事反而水到渠成。当我们把睡眠和心理压力调节好后，再搭配前面提到的调整饮食和规律运动，你会发现效果比孤军奋战强太多了。原本难缠的内脏脂肪会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减少。或许一开始体重下降不明显，但腰围缩小才是最好的证明。裤头变松了，肚子软的脂肪少了，甚至原本硬硬凸起的将军肚也变得平顺柔软，那就对了，内脏脂肪正在燃烧。最后，我想强调一点，50岁后的减脂目标不是要变成皮包骨的小瘦子。事实上，太瘦对中老年人反而不健康。有研究指出，在老年族群中，体重略高于年轻人标准，但腰围维持在健康范围的人，死亡率反而更低。换句话说，微胖但腰细可能是长寿的体态密码。当然，这里的微胖指的是有一定肌肉量的结实体态，而不是满肚子内脏脂肪的肥胖。BMI 数值大约落在24到26之间，略高于一般理想值22，对老年人是可以接受甚至更理想的。但关键是在于肌肉含量和脂肪分布，肌肉多一点，营养状况通常也不错。遇到疾病或意外时，身体更有本钱对抗。腰围小一点，意味着内脏脂肪少，患三高和心血管病的风险就低。这种体态比起体重很轻但肌肉流失严重，或体重超标内脏脂肪多的情况，显然要健康得多。所以不需要追求和年轻女孩一样纤细的腰围或体重数字。我们的目标是把危险的内脏脂肪减下去，同时保持或增加肌肉，让身体组成更优化。综合而言，50岁后减内脏脂肪的3大法宝就是调整生活节奏，别再熬夜晚吃，
顺应身体时钟，均衡聪明饮食，蛋白充足，少糖少油多纤维，配合适量运动养肌肉，以及重视睡眠心理健康，睡好觉，放轻松，消除压力，荷尔蒙这3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别迷信什么局部瘦身神器，也不必把自己逼到饿昏或超累。真正有效的途径就是改善整体新陈代谢。当你的身体重新回到平衡状态，代谢提升了，荷尔蒙顺了，肌肉够用了，内脏脂肪自然会乖乖被动用掉。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腰带往内多扣了2个洞，原本突出的肚腩不见了，人也神清气爽，不再疲惫。你的器官减掉了厚厚的油围裙，运作起来更顺畅，血压血糖稳定下来，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完全可以靠上述方法实现的目标。一开始或许需要一点决心来改变旧习惯，但当你迈出第一步，接下来每一步都会让你感受到身体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内脏脂肪并非打不倒的敌人，它只是提醒我们该善待自己的身体了。调整作息，细嚼慢咽，举哑铃也好，散步也罢，同时别忘了开怀大笑，享受生活，减减压。如此全方位呵护身体，不仅小腹会跟着缩水，整个人也会焕发出健康的光彩。50岁后的人生其实可以很精彩，内脏脂肪减少了，轻盈和自信回来了，更长寿的体态也有了。现在就从这3件事开始行动吧，给自己一个蜕变的机会，让健康的未来自动报到。